老大，有个神秘大佬开天价请你救人。不接，替我拒了。别动！你要干什么？上车，带我离开这儿。好，我都答应你。你千万别伤害我。敢挟持我，待会儿我让你哭得找不到北。人刚那么重，没逃命，走！你看我，闭嘴！叫什么？叫，不就杀了你？晦气，应该是两个野鸳鸯。兄弟们，换个地方搜，走！是。你帮了我，我会对你负。哎，我呸！死变态！有一死我还敢非礼我，你狗男人，活该你被追杀！这偏后就相当于是你对我的补偿。至于你，明天等着被围观上热搜了。你们来干什么？当然是好事情。江初画那个小傻子有福气，今晚就要嫁到豪门秦家当阔太太了。阿姨，什么是豪门啊？豪门，江家人这是打算把我卖了谋取权利，否则这福气会舍得留给我。豪门就是能让你吃饱饭的地方呀，毕竟你这种小傻子，一天到晚除了吃也不会别的了。初画才不是傻子呢，才是傻子！你们全家都是傻子！傻子，傻子，傻子！江初画，吃热搜。你个不要脸的东西！大晚上的回来，原来是跑去跟野男人鬼混去了。脑子不好，不三不四的勾当学的倒是快。朱阿姨，初画听不懂的，什么是鬼混？刘阿姨经常跟男人鬼混吗？你个贱人，信不信我撕了你的嘴？别打我！行了嘛，你跟一个痴呆计较什么？你个傻子，打几下又不死。他身上要是留下疤痕，秦家一定会追究到底。这桩婚事对我们江家来说百利而无一害，绝不能出任何差错。景哥，你不是来给奶奶找神医的吗？怎么还被强上了？闭嘴！拿着，给我找到这个戴耳坠的女人，抓住了陈江。景哥，这毕竟是第一个让你情绪波动这么大的，要不把你拿去也喂狗啊！对了，那个景哥，老夫人之前不是闹着要娶媳吧？老婆已经给你选好了，就是江家的女儿，人呢今晚就送到。外界都传我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怪物，就这种情况下都有女人愿意嫁过来，那能是个什么玩意？我也没想到啊，江家大小姐看着像一个风姿玉骨的冰美人，也会为了几个亿的彩礼而妥协。江家想借着联姻一步登天，那我就让他知道什么叫做痴心妄想。秦家费心布置这婚房，那也应该还算重视这桩婚事。那我未来的日子也应该会好过些吧。
是谁让你进我房间的？说！是他，那个车上轻薄我的男人，居然是我的新婚丈夫秦墨景！糟了，我扒了他的衣服，顺了他的平安扣，要是现在被认出来，我一定会死得很难看的。不说话，你就永远闭上嘴。哥，有个人让我在这等我老公的，你就是我老公吗？你好好看呀！傻子，说话才不是傻子呢！我不说了，说话是最聪明的啊！几个亿的聘礼，就换来你这么个傻子，江家真会算账。小傻子，你说我现在杀了你，江家会不会给你报仇啊？老公，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这狗男人脑子有病吧？动不动就要威胁要杀人。听不懂没关系，我把你这身皮扒了，做成人皮娃娃，你有的是时间慢慢想。好啊，猪我最喜欢玩漂亮娃娃了。这狗男人会玩真的吧？呼吸不稳，傻子也会害怕。老公，你不是要带出花去玩娃娃吗？干嘛掐我呀？掐得我好疼呀！难道他真的是个傻子？我不玩了，你放开我！告诉外婆，你欺负我！这个变态是真的想要杀了我。不行，我还没有找到妈妈的下落，还没来得及保证，我不能死。锦少，老夫人给你发了。锦少，老夫人病发严重，呼吸衰竭，估计撑不了5分钟了。可周医生他10分钟才能到。告诉他，如果奶奶出了任何意外，我让她陪葬。心脉虚弱，试图停丹，的确没有多长时间了。奶奶，我救了您，以后在秦家，你可得罩着我呀。阿少奶奶，你在干什么？谁让你跟进来的？我在跟奶奶为了什么说？老公，我是看这个奶奶难受，外婆以前也这么难受，吃了这个药就会好的。你外婆跟奶奶的病症一样。是真的，老公，这个药很灵的，奶奶待会儿就会好起来的。你以为我会信你傻子说的话吗？老公，我没骗你，奶奶睡一觉就会好的，外婆也是这样的。呸！一个乡村野妇也配跟奶奶比？奶奶吐血了，快来人，给我把这个谋害奶奶的小傻子抓起来！我看谁敢！秦墨姐，你勾结这个小傻子害死奶奶，还敢在秦家撒野！现在就杀了你，替奶奶报仇！你们在吵什么？奶奶，你终于醒了，都不知道刚才秦墨景和那小傻子串通起来给你喂药，要毒死你。什么？胡说！明明是你这个大坏蛋，你不准我给奶奶喂药，还诅咒奶奶去死呢！脑子不好，告状倒是很有条理。胡说八道些什么？混账东西！我还没死呢，你就敢对你弟弟弟妹动手？你是不是也想把我打死啊？奶奶，这个小傻子胡乱给你喂药，我是关心你啊。那你也傻子。老夫人，听说江家还有个心智不全的大女儿，常年被丢在乡下，估计是为了联姻才把她接回来。是个可怜的好孩子。敢在我面前玩提价的把戏，江家也是不想活了。动江家可以，你动初画不行。初画乖巧懂事，又救了我，谁要敢动初画，
家法处置。秦老夫人接受我了。秦墨景，看来怎么动你？这倒是很会找靠山。奶奶，这个傻子怎么配进我们秦家大门？再说了，万一他和秦墨景联合起来给你下毒怎么办？我已经叫了医生，待会好好给你检查一下。周医生，看看这瓶药是不是毒药？这药是哪儿来的？哈哈，就说吧，这药果然有问题。不，这药是好药啊，而且还是神医亲手配制。神医？对，就是传说中那位被誉为医学鬼才，能治好老夫人的神医。这瓶身上还有神医专属的曼陀罗花纹呢。这傻子怎么可能认识神医？你认识神医吗？老公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神医是谁？那你刚才喂给奶奶的药哪儿来的？是一个老爷爷给我的，他可厉害了呢，而且他从来都不会说楚华是傻子，他还教了楚华可多东西了呢。难道他口中的老爷爷就是我要找的神医？墨镜啊，没想到虽然没有找到神医，却娶了神医的徒弟，也算是缘分。他如果真的是神医的徒弟，怎么可能自己还是个傻子？够了！你这个混账东西，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你给我滚出去！我不想再看见你。之前我就是在找神医的路上遇到了那个神秘女人，她的迷药很厉害，而这个小傻子又拿着神医的药救了奶奶，这俩人会不会有关联？这小傻子或许是在装傻。我记得车上那个女人耳后有红痣，只要看一眼就能确认。怎么会没有？难不成真的是我判断错了？老公，你真讨厌，你下巴好痛。好险好险，还好我留了一手。刚才来的路上特意用药水掩盖掉了耳后的红痣。江淑桦，你刚才说那个老爷爷教了你很多东西，那想必这个药的药方你一定知道。当然啦。过来。墨镜，你把药方默写下，一字不落。看来这死变态依然怀疑我。当初我跑的时候在他脸上写字泄愤，他这是想靠自己试探我？不写啊！你可不要告诉我忘了怎么写字了。老公，人家鼻子刚才难受，没忍住。没关系，取一套纸笔来，我倒要看看你能装到几时。老公，可是人家裙子湿了。外婆说穿着湿衣服会生病的。老公，你舍得出话？是奶奶。病了有医生。奶奶对初画这么好，初画一定希望奶奶的身体尽快好起来，对吧？我的耳朵坠丢了一只，大概率是被秦梦姐拿走了。这两个踏手杀人怎么处理掉啊？老大，那个神秘人又加价了，还说条件任你开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？那个人姓什么？秦墨景之前替奶奶请我，会这么巧？是他吧？姓方。我最近得多发展人脉，万一跟死变态撕破脸，也有能力看好。那就见一面。好，那我通知对方约在玉兰餐厅。
金哥，神医答应接下我们的委托了，见面地点在一兰餐厅。I don't know why, but I keep falling down. 또다시 돌리만. 老大，我们包厢在1601。哎，对了，我妈妈最近有消息了吗？我查到江国涛近年来每个月都会去一家私人医院，行踪很是隐蔽。但是当我去搜的时候，没有找到唐阿姨。我怀疑是我不小心打草惊蛇，所以唐阿姨被转移的。江国涛一向都很谨慎，他有察觉很正常。关于你外公当年的死，我也查到一些，似乎跟秦家人有些关系，但目前还不能确定。秦家防守太严，我进不去。我外公的死居然和秦家有关。原本嫁入秦家只是混淆江家人视线的权宜之计，现在看来，或许在秦家能助我找到当年的真相了。秦家那边线索我来找。这背呀，怎么那么像一个小傻子？江初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刘阿姨，原来是你呀！刘女士，这女人是你亲戚，我要是俊巧啊。王总，不如让初画陪您喝两杯。好好好。反正江初画是个傻子，就算被人玩了也不会告状。谁让他长了一张狐狸精的脸，能帮我拿下这个项目，也算他的福气。初画，王总好心请你吃饭，还不快过来！人面兽心的畜生，呸！刘阿姨，我不想吃饭，我困了，我想去睡觉。我呸！也不看看你们两个是什么货色呀你！切，也敢算计我！我还正愁怎么把这两个炸弹甩出去呢。刘慧，既然你已经送上门了，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。魏先生，神医什么时候到？怎么是秦墨景的声音？原来开天价的神明人真的是秦墨景。谁在外面？求求你们放过我！我求求你们放过我！我可以给你们钱，给多少都行，给多少都行。耳坠和平安扣哪来的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刚才被人在包厢打晕了，醒来平安扣和耳坠就在旁边。我说的都是实话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景哥，查到了，这个女人叫刘慧，是你老婆的继母。景哥，你是不知道这江家的人到底有多毒辣。江国涛婚前出轨，跟这个女人勾在一块儿，可没少虐待江竹花。10年前江竹花中毒的时候，这帮人非但不给救治，还把人直接给丢到了乡下。哎，就在刚刚，这个女人还让江竹花给这合作商陪睡呢。刚刚江珠花来过这家餐厅。来过，那个小江之画来过。我刚才就是为了追他，才被人给算计了。那个傻子绝对没有能耐算计我，肯定是江家的竞争对手。都怪这个傻子乱跑，等我以后非得好好收拾他。活该，让你欺负一个心智不全的人，遭报应了吧？谁算计谁还不一定。把这个女人拉出去，打断2根骨头。是。
不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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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景哥，魏先生说神医临时有事来不了了。我这边刚找到平安口，得知江初华来过餐厅，神医那边就立刻取消了见面，这未免也太巧了。钱家书房里资料这么多，我一时半会儿根本找不到啊！谁？糟了，秦墨景回来了！完了完了，这要是被抓住，肯定要剁了喂狗的。刘白友，老公你干嘛？你这吓到我了！刚才一直在浴室啊。我在那泡泡呢，可好玩了。老公，你要不要一起？白天呢？白天也在浴室吗？白天我去和刘阿姨玩捉迷藏了，可刘阿姨太笨了，没找到我，我以后再也不能跑了。讲出话，拿我当傻子吗？讲出话，这东西眼熟吗？老公，这个好漂亮，我好喜欢的。糟了，弄巧成拙了。喜欢平安扣，耳坠就不喜欢了。这耳坠长得丑，我不喜欢。但是我觉得它很适合你。你看，这个耳坠戴在它原本的主人的身上，就是般配。老公，你真讨厌，我都说了我不喜欢了。我要冷静，他到现在都只是试探，一定没有证据。讲实话，我还真的挺佩服你，死到临头还能嘴硬。老公，你捏疼我了。讲实话，你的确很聪明，可惜聪明反被聪明误。有的时候，巧合太多也是破绽。我要去找奶奶，你欺负我！奶奶，讲出话，当初你暗中算计偷袭我，拿了我祖传平安扣，你还扒了我的衣裳，在我脸上写字，种种罪行，你觉得奶奶保得下你吗？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你伪装嫁入秦家到底意欲何为？谁派你来的？你刚才到书房到底在找什么？老公，说清楚，你放开我！这死变态真的要弄死我，我只能暴露身份了。好，讲实话，你以为你之前掩盖了保护的红痣，就能骗得过我？我倒要看看你能骗几时！糟了，刚才洗澡冲掉的钥匙，我忘了重新涂抹。狗东西，你去死吧！流氓！你个狗！流氓！狗！讲出话，你不傻呀？糟了，露馅了。当然不傻，外婆说了，初花是最聪明的。外婆说，男生看了女生的身体后就是臭流氓。我要去找外婆，我不要跟臭流氓待在一起。拿我当傻子呢？啊？不是，别动！糟糕，要被这死变态看到我耳后的红痣。老公，你怎么吐血了？老公，你吐血了，老公！讲实话，全世界只有神医能救。
你知道他在哪儿，对吧？我真的不知道谁是神医啊！死变态，人都快挂了还不忘试探我。他不是神，就算他是，我曾经再三威胁过他，他也未必会救我。老公，滚出去！老公，淑华就在这儿陪你，哪儿也不去。我不需要你可怜我。你死变态！你是搞的呀！牙这么尖，痛死我了！我告诉你啊，我要不是身为医生，不想眼睁睁的看着你死，你就是尸体了，你知道吗？死变态！以后再欺负我，我真扎死你！死快！哎呀，起！谁？该死的女人，你给我起！你亲爱的老公，你还难受吗？哎呀！怎么没有啊？什么没有？弄疼我了。江初花真的不是车上的女人，也不是神医，但昨晚我毒发却比以前缓和的都快，跟她一定有关系。把周医生给我叫过来。死变态！本神医就是不给你看病，气死你！气死你！爸，秦墨景今早叫了医生，我们下的毒起作用了。去看看，一定要保证谁也救不了他。秦墨景，听说你快要死了，你可真是个扫把星啊！15年前克死你爹妈，现在连自己都要被克死了。滚！哟，这就急了。我说的可都是实话。我要是像你这么晦气，早就没脸活在这世上了。哦，对，都忘了，你本来就是个快死的短命鬼。好烫！小傻子，你居然敢泼我！大坏蛋，让你诅咒我老公，我告诉奶奶去！我呸！小贱人，你真以为奶奶是你的保命符吗？要不是因为15年前那件事，你也配嫁进我们秦家？什么15年前呀？外公就是15年前死的，秦墨景的父母也是，难不成中间有隐情？15年前我爸妈去世那年，秦家和江家订婚，难道这其中有什么关联？还不就是住口！闭嘴！一些陈年往事就不要再提了。正因为是陈年往事，我才好奇，不如大伯仔细讲讲。不重要，没什么好说的。不重要，究竟是不重要，还是大伯心虚不敢说呀？你这是吵什么呢？这是啊，没什么嘛，我们只是听说墨景病了，我们来看看。行了，墨景现在需要静养，你们不要打扰他。墨景，你多喝点汤，补补身体，好好休养啊。谢谢奶奶。奶奶，为什么秦牧刚才会说，要不是因为15年前的事情，淑华就不配嫁到秦家来？淑华，你可别听秦墨那个混账胡说，你可是奶奶选中的孙媳妇儿。那奶奶，15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呀？他为什么也这么关心15年前的事？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，没什么好提的。你好好休息啊。哎呀，老夫人啊，您给二少当汤药当错了，二少喝的是补身的药啊。什么？
我亲眼看着秦奶奶擦着眼泪离开这个房间的，这里边一定有线索。秦国栋，李慈，唐晨、唐华清，这纸条上为什么会有外公妈妈的名字？秦国栋，难道前两个名字是秦墨姐的父母？糟了，这么倒霉的吗？又被他抓个心思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就是想找个故事书看，不小心把书忘了。是不小心，还是故意的？老公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不要生气好不好？你擅自闯进这间房间，还把这里搞得一团糟，你怎么能不生气呢？老公，奶奶说你要休养身体，你生气奶奶会不开心的。这么害怕奶奶不高兴啊？那不如我们要个孩子，奶奶一定非常开心。什么？怎么，不愿意吗？生孩子，说话听不懂。死变态，这是要对我下手，傻子你都不放过。不懂是吗？没关系，我教你。糟了，奶奶在补汤里下了药。老公，你怎么了？这死变态居然能装到催情药！胖胖，滚出去！他不想让人碰，那我就故意碰你，恶心你。老公，你不是说要教书画生法了吗？人家现在想学。哎呀！松手！老公，你的脸好红呀，你的身上也烫烫的。你怎么了呀，老公？这可是你自找的。糟了，玩脱了。不是我后悔了，我不学了，你放开我，不是啊！现在不学了，晚了。老公，你怎么停掉啦？闭嘴！该让你耍流氓！刚才那个穴位摁下去，这辈子都当太监吧你！老公，你还好吗？老公，哎，老公，你不是要教出画生法国吗？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滚！忙完了哈。奶奶，有事儿啊？初华的父亲送来的那个生日晚宴的请帖，你就带着初华过去呗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呀！木槿喝的不是汤，怎么还这么快？哎呀，不会是不行吧？老公，哎！Oh, every time I see you, 그대 눈을 볼 때면 자꾸 가슴이。 诸位，借这个良辰吉日，现在我宣布，华兴集团正式更名为江氏集团，我的女儿舒月将成为下一任继承人。我不同意！华兴集团明明是外公我妈妈留给我的，你们凭什么抢呀？怎么又冒出来一个继承人啊？江家这是发生内讧了呀！这个女人说她是华信集团的，难不成江家霸占的是别人的产业？不好意思啊，诸位，这是我大女儿江初画。小时候她脑袋受了伤，
我也经常回来。原来是个傻子啊，怪不得会把继承权给他小女儿。一个傻子还想跟我们聪慧大方的舒月小姐争夺继承权，真是可笑。老公，他们要抢我妈妈的东西，你快帮帮我好不好？你想让我怎么帮你？锦少该不会要跟这个小傻子？你帮我把妈妈的东西拿回来，好不好吗？为什么？不感兴趣，自己的事情自己办。我倒想看看你面对母亲留下的产业被抢夺，会不会选择暴露身份？我就知道这个死变态不会报复的。还好呀，早有准备。不好意思，诸位，让大家见笑了啊！确实是见笑。诸位，据我所知啊，这华清集团是唐老先生一手创办，并以自己女儿唐华清的名字命名。所以江总，你是哪儿来的权利啊？把属于前妻公司的继承权交给现在妻子的女儿？这是那天接我们见神医的人，居然是他站出来帮江主。这位先生，唐老爷子和唐华清女士已经去世，而我的父亲作为唐华清女士生前的配偶，继承公司是很正常的。外界都知道啊，唐老先生和唐华清女士15年前离奇去世，江初画也突然痴傻。那我是不是可以合理猜测，这些意外都是你们干的？江初画的外公和母亲也是15年前去世的。我父母的死，江初画外公母亲的死，还有江家和秦家的婚约，15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这里有一份唐老爷子将华清集团转让给我父亲的协议，应该够了吧？你那个是假的，妈妈说只跟初画签过。准备的倒是挺充分的，这个小吹。那你的协议呢？现在不在我身上。我说初画，你不能仗着你脑子不好就一直撒谎呀！我们江家可丢不起这个人。撒谎丢人的是你。魏老爷子，您怎么来了？滚开！这忘恩负义的东西！老爷子生前对你不薄啊，现在还从未公开过你入赘唐家的事情。初画随你姓，可你却婚内出轨。现在唐老爷子和华清丫头不在了，还想霸占唐家财产，还要不要脸啊？什么？江总居然是入赘唐家？以前怎么没听说过呀？一个上门入赘的女婿，还惦记人家家产，这不是狼心狗肺吗？魏老爷子，华清集团不是转到我的名下了吗？华清丫头去世前，就亲手将华清集团转让给了初画，协议就放在我这里。你们拿着一份伪造的协议，也敢抢属于初画的东西，就不怕遭天谴呐？江初画这个小畜生，我早该掐死他的！我怎么感觉江初画这几天好像不太对劲儿？他的痴傻难道好了？当年的药是我亲手下的，他能活着都算他命大，不可能治好。可华清集团本来应该是我女儿舒月的才对，现在被这个小贱人抢走，我们江家的名声都让他给毁了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把公司的股份给拿回来。等过几天大家把这事儿都给忘了，我就把江初画单独约出来，逼他签字。老大，恭喜你成功把唐阿姨的公司夺了回来。刚才江家人的那个表现，真的是太接近了。没了华清集团，江家人肯定坐不住，这样才能调出母亲的下落。未央，今天多谢你了。哎呀，好说。哎，不过老大，
我总觉得今天秦墨景看我的眼神怪怪的。秦墨景，老大，等等我！魏老先生，魏老先生，今天感谢您替我的妻子初花解围啊！我跟初花的外公啊是故交，初花又从小命苦，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。能娶到初花也是我的幸运。之前初花还用神医的药救我奶奶，神医之名名不虚传啊。魏老爷子曾经重病被神医救治过，又跟江初花相识。如果江初花是神医，那他一定知情。那当然，初花。哎呀，秦先生，又见面了。哎，您刚刚跟我爷爷聊什么呢？魏漾是魏老先生的孙子。刚才跟老爷子聊了一点关于神医的事。初花，不打算说点什么吗？老公想我说什么呀？糟了，死变态恐怕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。难道秦墨景不知道初花是装傻，更不知道初花是神医？秦先生跟我说，初花用神医的药救了他奶奶啊，所以特意找我牵个线，想感谢一下神医啊。我老公一直在找神医呢，魏爷爷，你可得帮帮我老公呀！原来秦墨景是在诈我。爸，我听谁说今天江家宴会上，江初画那个小傻子居然获得了华清集团的继承权，那岂不是秦墨景争夺我们秦家产业的助力又多了一分？就让他死在外面！秦墨景，我去杀了我老公！秦墨景，滚！老公，哎！老公，你流了好多血！秦墨景，你流了好多血！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干嘛给我等的？万一死了怎么办？初花哪儿也不去，就在这陪着你。我去杀了我老公！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仇富吧。大概是觉得没有你这个小傻子在一旁捣乱，日子无聊吧。秦墨景，哎，老公，秦墨景。墨景，是谁追杀你？查到了吗？还在调查。墨景，要不然你就别……初花，墨景受伤了，你要好好照顾他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，奶奶。老夫人是怎么了？我怎么觉得她好像不想让秦墨景继续查呢？老公，你不觉得奶奶刚才很奇怪的吗？你与其操心奶奶，倒不如操心你老公。走，帮我洗澡。哎，不，我不会洗澡的，要不还是算了。不会就学。我要睡觉了，我不行。你跑起来。难色误我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去哪儿啊？外婆说男女授受不亲的。哦，那外婆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叫非礼勿视？我什么我？好，我先把拿过来。Put my hands around
shoulders. That's the way that I heard you. I could lay with you forever, baby. 这死变态身材还挺好。哥，这不是医生给伤患包扎的手法吗？糟了，习惯了。过来，帮我擦身。哦。下了班回家的仓促，老公，你这身上怎么这么多伤口啊？看来这死变态以前过得很凄惨呢。不管就不管。老公，你不能疼我了。别乱动！别乱动你！我叫的。我耳后的药水遇水3分钟后就会失效，还好跑得快。虽然你人挺狗的，但看在你救我受伤的份上，我就大发慈悲的替你解了毒吧。睡觉。疼。怎么会？明明没有毒发，难道只是做噩梦？你这个变态，你还会做噩梦呢？ 정말 우린 만나야 했을까 대답을 할 수가 없어 지울 수가 없는 상처가 아파서 다시 사랑한다는 말을 할 수가 있을까 너를 버리고 버려도 결국 너로 세워져 아무리 지우려면 부림쳐봐도 불치병처럼 내 몸 안에 퍼져가는 이 사랑을 막을 수가 없어 yeah. 더 이상 발걸음이 안 떨어져 小光醒醒，醒醒！老公，你醒了？你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吗？刚才你一直都在这儿吗？是啊，我一直在这儿呢。我警告你，不管你刚才听到了什么，看到了什么，不准说出去。老公，你这样有好些吗？江淑华，你这样就不会做噩梦了。淑华会一直陪着你的，睡吧。江淑华，不要以为你用这种手段能讨好我。你这种温暖好像很久没有感受过了。就这一次，我只纵容这个小傻子。奶奶，老公昨天晚上做噩梦了，可痛苦了，梦中还一直喊着爸爸妈妈，这是为什么呀？是秦家，对不起墨锦。为什么对不起啊？都是些陈年旧事，还是不提的好。初花，
墨景啊，从小受了不少的苦，他的性格呀，看起来冷漠，其实啊，他是很重情义的。你们是夫妻，奶奶希望啊，你对他好点儿，让他别那么苦。奶奶，您就放心吧，我肯定会对老公很好的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的。看来秦墨景父母的死绝对不是意外那么简单。正好，我想去看看墨景，你陪我一起去吧。管家，墨景现在在哪儿啊？景少好像去了地下室。秦墨景，你这个小贱种，居然敢对我有私情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！活着走出去再说吧！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秦墨景玩的够花呀，看来他对我还是挺仁慈的。小傻子怎么会过来？见到这么血腥的场面，会不会害怕？奶奶，奶奶，奶奶，你快救救我！他要杀了我！秦墨景，你敢对你大哥下这样的重手，你是不是想把我这个老太婆给掐死啊？昨天派人杀我的就是秦牧，这个就是秦牧联系杀手的所有证据。好啊你，原来是你这个大坏蛋！怪不得我是秦牧，奶奶，我这是一时糊涂。况且秦墨景现在还好好的，他没死，他今天真的要杀了我！奶奶，墨景，你的确是过分了。奶奶，是秦牧要杀我，我反击呀！就算你大哥有错，你也不能这样毒打他呀！秦墨景，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暴力血腥的样子，你还像个正常人吗？秦奶奶平时不是对秦墨景很好吗？为什么会突然说这么过分的话？奶奶，但如果昨天晚上死的是我，算我活该，对吧？墨景，奶奶不是这个意思。你和秦牧是兄弟，你们应该和平相处。你已经教训过他了，这件事儿啊，我看就此打住吧。走。警告过你，叫你不要招惹墨景。你是要气死我吗？奶奶，秦墨景那个畜生，本来就是我们秦家养的一条狗，一样都是野种。闭嘴！奶奶，你居然为了那个畜生打我！你给我记着，以后这句话不许再说。墨景就是咱们秦家的孩子，他是你的亲弟弟，你要善待他。奶奶，你别忘了，连你这条命都是墨景给的。为什么不说话？怕我吗？也对，任何人见到这么血腥的场面都会害怕，害怕就赶紧滚，别在我面前。老公，你伤口裂开了，疼不疼？刚刚我差点打死秦牧，你不害怕吗？可明明是他先动手的，他是大坏蛋，就应该受到惩罚。老公，不管别人怎么想，初花都会永远站在你这边的。老公，不管别人怎么想，初花都会永远站在你这边的。江初花，记着你今天说的话，如果被我发现你骗我，我一定活剥了你的皮。江初花，不管你是真心还是假意，你都必须留在我身边。
한다면 그대 내 곁에 있어준다면 井上中毒多年，再找不到神医，恐怕活不过2个月了。其实秦墨景也挺可怜的，只是银针解毒见效太慢了，他确实没有多少时间了。要不我暴露身份救他？啊，不行，万一被他知道车上偷袭他的人是我，又要弄死我怎么办？喂，未央，帮我办件事儿。1周后，我要以神医的身份见秦墨景。天大的好消息！神医开了一个上门问诊的活动，我抢到了唯一一个预约名额。金哥，你身上毒终于可以解了。预约在什么时候了？就在下周。安排一下，把这个名额给奶奶。景哥，老夫人的病情已经控制住了，只要细心调养就好。你不一样啊，你再耽误下去会死的。按我说的做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江初画呢？喂，初画，你一个人回来一趟，我也是你找你。江家人这是又要耍什么花招？义女，你还知道回来呀？啊！爸爸，不是你让我回来的吗？国涛，你跟个脑子不好的傻子废什么话呀？干嘛？小贱人，你给我过来！过来！疼了呀！你现在马上给我把这份公司股份转让协议签了。要不是你，华清集团应该是我女儿舒月的才对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也配跟舒月抢？果然是场红衣。我才不签呢！公司本来就是外公和妈妈留给我的，只有强盗才会不要脸的抢别人的东西。小贱人，你敢骂我们？江初画，你就是个傻子，你也没有能力管理公司啊！你也不想华西集团在你手上被败光吧？你们都是坏人！不配管外公和妈妈留给我的东西，我就算是扔了，也不会给你们的。够了！真是要反了天了！江国涛，给我好好教训这个小傻子！你们要是敢打我，我就告诉我老公去！竟然拿秦墨景来压我！就算秦墨景来了，照样来打死你！你今天谁打死谁？那我倒要看看江先生是怎么打死我的妻子的。老公，你总算来了！他们刚才强迫我，让我把华清集团转让给他们，还说要打死我嘞！我害怕。别怕，我给你做主。来，先生，这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。江先生是觉得我聋了，听不清楚你刚才说的话是吗？金少，我姐姐脑子不好使的，你知道，她有的时候难免胡言乱语。那你又算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我秦墨景的妻子，容得了你来论断长吗？秦墨景，这里是江家，你贸然闯入江家撒野，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过分？你们现在能活着站在我面前，是恩赐。我最后再警告一遍，以后你们江家人再出现在初画面前，对他有半分不痛快，我就让你们死。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走。
我欺人太甚，真是欺人太甚！妈，消气，妈。你放心，这件事情我已经算了的。江家人经常这么欺负你吗？还问这个做什么？他们经常不给我东西吃的，还打我骂我，我很讨厌他们，但是我又不敢哭，我怕外婆会难过，所以每次我都跑到外公给我种的大树底下跟我外公告状。你乖一点，江家的仇我替你报。我的小傻子只有我能欺负。老公，你这是在哄我开心吗？你想多了，这2天表现不错，是奖励。啊呸！还奖励，他以为逗狗呢。不过这死变态刚毒发完就跑来给我撑腰，好像也没那么讨厌了，是吧？至于江家，是时候给他们添把火。先生，有人发过来一份文件。你竟然背着我勾搭别的男人啊！我没有，老公，我真的没有。没有，哈！别拿你的丑照勒索我，5000万了。不是的，郭涛，我那天也是被江家的竞争对手给算计了，我是清白的。爸，妈是绝对不可背叛你的，这一定是竞争对手的圈套啊！现在最重要的是凑齐这5000万，我们江家不能再遭受别的打击了啊！是江初画那个贱人有人罩着，问根本骗不过来。江初画你们骗不过来，他还有个外婆嘛。小傻子跟那老东西相依为命，肯定听他的。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办。你要是办不好，我饶不了你。你都结婚这么久了，初画的肚子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奶奶，初画的肚子又不会唱歌，怎么会有动静呢？你个废物点心！初画单纯不懂事，你就不能努力呀？奶奶，这个事儿还是先不要着急。我什么时候才能抱上重孙子呀？从今天开始啊，你们俩呀都得每天喝补汤，直到初画的肚子啊怀上为止。你老公，你干什么呀？奶奶在外边，你配合我。叫啊！老公，你让我叫什么呀？初画听不懂。故意的是不是？老公，要不你教人家怎么叫呗？反正你现在不行，我对外人生又是个傻子，就算有人偷听，丢脸的也不是我。哼，小傻子，还是你自找的。我就知道初画这么好的性格呀，你就一定喜欢。现在看他们的感情这么好，我呀总算是放心了。老夫人，你这样偷听二少奶奶，怕不太好吧？哪有不好？你看我这老胳膊老腿的，我容易吗？我这还不是为了我那即将到来的重孙子做努力呀！老公，奶奶好像已经走了。奶奶走了不是更好，更没人打扰咱们了。老公，你是要和初画玩什么宝宝的游戏吗？来呀，死变态，对着演，谁怂谁是狗。你做梦！我不会给你任何占我便宜的机会。流氓，谁占谁便宜啊？吃亏的明明是我，好吗？为什么我没有生理反应？难道是
些侍女。为什么我的肠胃症？为什么每个细节记得如此清晰？为什么我不掉？他明明没有毒发呀，为什么现在看上去就跟毒发时一样的痛苦？老公，你别怕，我去叫医生。别走，别动，让我抱一会儿，一会儿就好了。老公，你别怕，说话会一直陪着。为什么每次发病的时候，只要靠近他，就会觉得好受很多？老公，到底是谁给你下的毒呀？你对这个问题很关心吗？当然了，要是让我知道谁这么欺负你，让你这么痛苦，我一定会偷偷给他下痒痒药的。你压到我伤口了，切！嘿，刚才抱着人家的时候怎么不这么说了？不过死变态好像是故意转移话题，难道他的跟秦家有关？淑华，昨晚跟墨景过得怎么样啊？开心吗？奶奶，昨晚怎么了？是奶奶。淑华她脸皮薄，就不要再追着问了啊。悠悠，你瞧瞧，这刚一结婚呢，就知道疼人了。他哪里是疼人呀，分明是担心自己不行的事情到了。哼！老大不好了，你外婆失踪了！老大不好了，你外婆失踪了！你去哪儿啊？老公，我外婆失踪了，我要去找她。你知道去哪儿找吗？外婆失踪一定跟江家有关。那我们现在是一个傻子，你应该想到这么多才对。我不知道，老公，你帮淑华找外婆好不好？求求你了。墨景，你快想办法帮帮淑华呀！我在家等着，我去找外婆。想知道你外婆在哪，就一个人过来。小贱人，来的还挺快呀！你把我外婆藏哪儿了？外婆，我就知道，你这个小贱人跟那老东西相依为命多年，肯定会眼巴巴的过来。小贱人，要是想让这老东西活着，就赶紧在协议上签字，否则我杀了他。你们不要伤害外婆！小贱人，你撒了什么？当然是能让你乖乖听话的药。用外婆威胁我，就你以为这种能操控心智并且能让人失去短暂记忆的药，就是给你们江家人准备的？过来。
跪下。学狗叫。我外公唐晨15年前到底是被谁害死的？是秦家人。秦家的谁？我们当年到底达成了什么样的协议？秦墨景的父母双亡又是怎么回事？说！是秦秦，要不然只能问些浅显的问题，太过隐蔽会让重度者有防备。我也快醒了，你把我妈藏哪儿了？我妈呢？她在。老大，秦墨景马上就要找到你那边了。该死，怎么偏偏在最关键的时候？不行，我现在还不能在秦墨景面前暴露。柳阿姨，干嘛给我跪下呀？该死，我怎么会给这个贱人跪下？我是抽风了不成？少废话，赶紧在协议上签字！我不签，我绝对不会把妈妈的东西给你的。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锦少，没事。我没事，老公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的。看来江家并没有把我的警告放在眼里啊。金少，我是一时糊涂，我刚才就是跟楚华开个玩笑。玩笑？好啊，那我也准备跟你开个玩笑。不要，金少！刚才就是这只手要扇楚华巴掌的，对吧？躲下来，喂狗！不要，金少！不要，金少！我求求你！江楚华，我不是让你乖乖在家等着吗？谁让你乖？死变态，这是在关心我吗？是刘阿姨让我一个人过来的。她说我要是不过来，他们就打外婆。你面对刘慧和那么多保镖，一点伤都没有？一个傻子能在这么危险的情况下周旋这么久，逼我签协议，我不愿意，他们就骂我嘞。这样，然后他们要打我的时候，老公你就来喽。就这么简单？老公，你好厉害，你是初画的福星，我喜欢你。再说一遍。死变态还上瘾了哈！你是初画的福星，我喜欢你。江楚华，你说的这些话有几分真心实意啊？哎，江楚华！外婆，您今天可真吓死我了！好在我老公啊及时救了您。锦少，今天真是麻烦你了。楚华是我的妻子，她的事我自然要管。唉，我老了，也护不住楚华了。以后啊，楚华还要多多拜托你了。会的。外婆，我怀疑外公的死跟秦家有关。唐家和秦家以前并没接触，但是自从张国焘霸占了华清集团以后，签下了几笔来历不明的大订单。我外公和秦墨景的父母都死于15年前，看来想调查外公的死，得先从秦墨景父母查起了。楚华，我看秦墨景还不知道你是假装刺杀，我怕万一你被发现。金哥，我已经查到了，当年你父母车祸当天，江国焘确实出现在附近，不过年代太久了，已经没有任何监控可以作用。继续查。哎，对了，金哥，按照你之前的吩咐，刘慧已经被剁了手，扔在了江家别墅门口。你是你看见江家人的那个表情，精彩的跟那说说白一样。江家学不会规矩，而且也亲自教教他。
哎，景哥，你对你家那个小傻子挺上心的啊，又是帮他找外婆，又是帮他出去。咋？你喜欢上人家了？你是初画的福星，我喜欢你。你觉得可能吗？我是看他是个傻子，逗他玩玩。呸！死变态狗男人！亏我还觉得你最近像个人呢，原来是留着我逗玩。走了。等我找到了妈妈报了仇，非要带着外婆和妈妈离你远远的。呸！怎么了，景哥？没事。我的手好疼。江初华这个小贱人，我早晚要杀了他！闭嘴！让你去威胁江淑桦，你非但没让他带股份转让型一张签字，他外婆这个筹码也丢了。一点小事都办不好，我怎么会有这么废物的母亲？爸，奶奶，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。江初桦有秦墨景护着，这一条路行不通，我们只能去找。可我听说，秦墨景最近一直调查当年真相，还和当年的事情有些瓜葛。那就利用谭华清逼迫江初桦交出公司股份，然后将他们母女俩一起解决。只有死人才不会暴露秘密啊！我去办，这次我保证让谭华清松口。哎，我今天要一个人睡。为什么呀？当然是因为姑奶奶现在不想看见你这个渣男。电视机上说了，男生女生是不可以在一起睡觉的，这叫耍流氓。江初华，咱俩是夫妻，睡在一起合理合法，懂吗？哎，你今天闹什么脾气啊你？江初华，你过来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今天你在医院是不是听到什么了？我听见你说我脑子不好，留着我要逗玩，骗我。一句戏言罢了，而且本身就是个小傻子嘛。初画才不是傻子呢，初画最讨厌别人说我是傻子了。反正我讨厌你，再也不喜欢你。我不允许你说不喜欢我。为什么听见这小傻子说我讨厌，我心里会这么难受？真这么生气啊？我给你道歉，好不好？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死变态，给我道歉，他吃错药了。我已经说过了，而且刚刚你也已经听到了。电视上说道歉要心诚，老公，你心不诚哦。江初华。好了，那我就勉为其难的原谅你吧。看在你给我道歉的份上，我就继续帮你解毒喽。老大，张家人那边有行动了，也是时候该收了。哟，这不是当年的唐大小姐吗？怎么现在变得这么狼狈，连街边要饭的乞丐都不如？不会，你跟那个畜生江国涛，当年害死我父亲，霸占我唐家产业，又把我囚禁折磨10几年，你就不怕下地狱吗？给我闭嘴！
我跟郭涛才是青梅竹马的一对，要不是你们唐家有钱，你也配嫁给他。是你占了原本属于我的位置，你那个小畜生女儿占了我女儿淑月的位置。不许你侮辱我的初花！你还不知道吧？你的宝贝女儿10年前被我喂了毒药，现在成了一个傻子。不过这也怨不得我，谁让他是从你肚子里爬出来的贱种！畜生！你竟敢伤害我的初花！我要杀了你！畜生！我警告你，马上把江初花手里华金集团的股份转让过来，否则我弄死你们母子，让你们在地狱里团聚！我倒想看看，打算怎么弄死我呀？江初花，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？初花，这当然是要感谢你的带路呀。初花，我准备找到。一个傻子，就算找到这里来又有什么用？既然你自己送上门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刘慧，睁大你的狗眼给我看清楚了，你自己更像那个傻子。是傻正好了。不对，你一直在装傻，你骗我们，是又如何？这么说，你是故意在我女儿即将继承华清集团当天闹事，偏在餐厅里迷我，扒了我衣服的人也是你，小畜生，你居然这么耍我！要怪只能怪你自己蠢，活该被我耍得团团转。贱人，贱人，给我抓住他们！初花，妈妈在这儿，妈妈保护你。妈，你快走！我已经长大了，我可以保护自己，我也可以保护你的。该滚是他们。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。张初花，我把江初花的手剁下来！江初花，江初花，几哥，出什么事了？几哥，给我立刻去查刘辉的位置！好，马上，快去！好。江初花，不允许你有事！不可能，你的身手怎么这么好？你不知道的事情还有很多呢。刘慧，你欺辱我妈妈，虐待我多年，这些债是时候该还清楚了。你给我吃的什么？我的伤都好疼！给我解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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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放心，这种药不会致死的，但会让你比死还难受。想要解药，就告诉我当年你们到底怎么谋划害死我外公的！你做梦！我就是死也不会告诉你，小畜生！我要杀了你！初花，完了，他不会都看见了吧？老公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若不来，怎么能看到这么精彩的一幕啊？不是，老公你在说什么呀？江初花，事到如今你还在演戏，你明明不傻，却装疯卖傻混入我秦家，混到我身边，你真拿我好糊弄吗？老公，你先冷静一下好不好？冷静什么？等冷静下来，继续等你编瞎话骗我是吗？我最恨的就是欺骗。老公，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你装疯卖傻，嫁入秦家，混到我身边，
到底意欲何为？江初画，你去死了！江初画，从你这张嘴里说出来的话，到底有几分是真的？对不起，是我来晚了，妈妈能够活着看到你，已经很开心了。这15年，我一直在想，我的初画会长成什么模样呢？真好，初画长大了。妈，对不起，都怪我不好，这么多年才找到你。妈，当年关于外公的事儿，你还记得多少？江古涛是跟秦家人合作害了你们吗？江国涛来折磨我的时候，说漏嘴过。他说是秦志远跟他合作，听说是江国涛帮秦志远办了一件事情，秦志远就帮他对付我们唐家。你安心养伤，这笔债我来讨。我的初画长大了，初画，外公的仇虽然要报，但是你的安全更重要，知道吗？为什么看这个小骗子哭得这么惨？我一点火气都没有，我甚至不舍得他掉眼泪。老公，我经常，江小姐，现在没有人打扰我们了。我之前问的那个问题有答案了。装疯卖傻加入秦家，意欲何为啊？不管你信不信，我家到现在没有任何的阴谋，也不是故意隐瞒你的。我只是想知道15年前外公死亡的真相，假装至少也是为这个母亲。初画今天晚回来说，神医寄来药治好了他的痴傻，我曾孙子肯定不远啊！请上你叫老公，老公，继续。我不要。奶奶站在门口，不听到点动静都不会走的。快，接着叫。人走了，人走，你起来！电话响了，电话响了。有事说。靖哥，你怎么突然间这么大火气啊？欲求不满？再多说一句废话，我剁碎了你！开个玩笑嘛，景哥，东西已经给你准备好了都。跟我去个地方。你大晚上带我来墓地啊？这是准备杀了我就地埋了？哎，这是我的父母，他们15年前死于车祸，就死在我面前。妈妈，
爸，你醒醒，你别睡了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都在追查真凶的下落，想要给他们报仇雪恨。终于，最近我找到一些蛛丝马迹。是谁？江国涛。这么说来，你父母的死和我外公的死确实有瓜葛。我母亲说过，是江国涛害死了外公，跟他合谋的人就是你大伯秦志远。果然是那个畜生。秦墨晴，既然我们的敌人是一致的，合作吧。合作可以，是你得回答我一个问题。那天晚上车上的你，是你不是？什么车上的女人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该死，秦墨景怎么还揪住这点不放呀？要是我现在承认，他一定会剁了我的。啊，不行不行，这个麻将我死都不能暴露。你不是神医？我当然不是啦。江初画，你保证你不骗我？不让我发现你骗我的话，我……哎呀，你一定把我皮剥了，活剥了。行行行，我知道了。哎，你原来这才是你的本来面目啊！去，大晚上的出来，就不知道给自己加一件衣裳，长脑子了吗？那景少，请问我们可以开始合作了吗？重叫一遍，叫老公。老公，请问我们可以开始合作了吗？确认目标，只是第一步。说到底，我们并没有实质性的证据。得想一个办法，让他们再次联合起来。我有一样东西，或许可以派上用场。江初花这个小贱人，就让他把照片发到网上去。我要杀了他！我要杀了他！闭嘴吧！老东西和唐华清两个这么好的筹码，你给我弄丢了，我怎么全你这个蠢货？郭涛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呀！况且谁能想到那个小贱人江初画这么有心机，装疯卖傻这么多年，我们全家都让他给耍了。爸，妈说的也有道理。江初画装傻蒙蔽我们这么多年，可见他心机深沉。要是被他发现15年前那件事儿，我们江家一定会有大麻烦。哼，这个小畜生，要是和秦墨景联合，那我们江家可就全都完了。我看还是找秦先生去商量一下对策吧。我考虑一下。郭涛，郭涛！淑云，你说你爸爸怎么能这么对我？居然还要跟我离婚！我这么多年跟着他容易吗？妈，我知道你难。淑云，我就知道你心里是向着妈妈的。
妈，你为了我能牺牲多少？我为了你，当然什么都愿意牺牲，包括生命吗？舒月，你什么意思？妈，你现在就是个残废，丑闻满天飞，你活着只会影响我，懂吗？倒不如用你这条命，最后再帮我一次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感谢你的。江淑桦，你个心狠手辣的小畜生，竟然敢毒杀你继母！看我打死你！滚！你江家人真大胆，当着我的面动我的妻子。秦少，你可不要被我姐姐给骗了。她先是强行装傻这么多年，后来又强行给我母亲灌下毒药，害死了她。她就是个杀人凶手。哎，张书月，造谣可是要有个证据的。你说我杀了你母亲刘慧，证据呢？这就是证据。江初花，你从小就狼子野心，霸占了公司，撵走了你父亲，多次辱骂我和你妹妹，现在又杀害了你继母，这不养了你这么个小畜生！闭嘴吧，老太婆，伤我自己脸上贴金了。江家对我没有养育，只有抹杀。大家都看到了吧？我姐姐平时都是这么欺负我们江家人的。哎呀，这个女人简直心狠手辣呀，连自己亲爸都敢骂，杀人犯还这么猖狂，不怕天打雷劈呀！你给我闭上嘴！怎么，景少，你是想以权压人，掩盖江淑桦杀人事实吗？话别说的太早了，我确实给刘慧下过药，但是那种量并不致死。我怀疑刘慧的死另有蹊跷。我要调查他死前待过病房的监控。你明知道监控早就被销毁了，所以故意这么说。你们设计的有点全面哈。江淑桦，现在人证物证都俱在，我这个做父亲的居然亲你蒙糊，我打死你！敢！今天谁敢动我妻子一下，我让他横着出去！秦墨锦，别放肆！现在江初桦杀人已是事实，秦家容不下一个杀人犯做媳妇儿，你赶紧跟他离婚，让他滚！如若不呢？南天就和他一起滚。想清楚了，从今以后，秦家的东西再跟你没有半分钱的沾染。我滚出秦家，失去所有继承权，秦家那点家底儿，可就全便宜您了，大伯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是为你好，为秦家好啊！哎呦，大伯，您这么匆忙的赶过来，都不听我辩解的，一口就咬定我杀人，还有牵连我老公的，很难不让人怀疑你就是跟江家串通好了的。闭嘴！你这个杀人犯，你有什么资格来质问我？啊呸！如果我不是杀人犯呢？监控都没了，你当然不会承认。你们真以为没了监控，我就自证不了自己的清白了，是吗？反正该掉的鱼已经上钩了，不如我就暴露神医的身份，验尸自证。谁说我们拿不出监控啊？这是刘慧生前在医院中恢复的监控画面。不可能！竟然亲手杀了你的母亲！你们江家人果然是一脉相承的冷血无情啊！天哪！这江淑月平时看着文静大方，没想到心思这么恶毒，杀掉自己母亲，嫁祸姐姐。就是像这样的蛇蝎女人，这样一看，我觉得江初月比不上江初桦。这监控一定是假的。假的？那就报警来验一验吧。不要！为什么？你心虚了？江初月，你刚才诬陷我的可不是这副嘴脸。既然你那么想让我进去，倒不如你自己先进去试试。哎呦，初花啊，
刚才是奶奶冲动了，这件事情一定有误会。好歹你和舒月是姐妹，何苦更尽杀绝呢？我可没有这样一个杀人犯的妹妹。对不起了，奶奶，我不能再帮你瞒了。是你逼着我害死了我的母亲，我拒绝过，但是你用性命逼迫我，我是逼不得已。舒月，你在说什么？奶奶，江初华现在处处要逼死我们江家，我是江家唯一的血脉，我活着，江家才能翻盘。好，我们江家有你这样的孙女也是了不起呀。没错，是我逼迫舒月杀死的刘慧，然后再嫁祸给江淑华这个小畜生的。大伯，目前这个局面满意吗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字面意思。大伯这么着急对付我，不就是怕我查出当年父母的死因吗？你爸是我弟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现在能确认，他就是15年前与江国涛谋划害死父母后外班的人。接下来就是要寻找证据。交给我吧。初华呀，才刚治好了痴傻病症，我下午也要去看看神医。最近家里的喜事儿是越来越多。哎，对了，我还让人给神医准备了礼物，我现在赶紧去把关。奶奶你慢点儿。想什么呢？既然我和秦墨景已经是合作关系了，倒不如把神医这层身份透露给他，也方便我替他解毒。秦墨景，其实我就是那天我去接个电话。算了，等下午去玉兰餐厅，再悄悄给他个惊喜也不错。哎，初华，你去哪儿啊？马上要见神医了。我临时有点事，你们先去吧，我走了。哎，金哥，咱们该出发了，要迟到神医又该跑了。行，走。没事，女士，不好意思，是我没有管住我们家小孩啊，没事，没事啊。糟了，这个颜料是可以洗掉的，用水泡半个小时或用水敷半个小时就掉了。半个小时？半个小时，我还有10分钟就跟秦墨景见面了，我实在不好意思。没事。不行，我绝对不能以这么狼狈的面貌见他呀。哎，未央，那个，你帮我跟秦家说一下。金哥，魏先生说神医临时有事来不了了。来不了了？不过神医说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线上看病。神医是个女人，还受了伤。神医，可以开始了吧？可以了。这个声音怎么有点熟悉？秦老夫人只要按照本药方调理1个月即可痊愈。多谢神医。这位秦先生应该是身中剧毒。神医的意思是我身上的毒能解？当然。太棒了，金哥！按照神医所开的药方，只要2个月就可以和正常人一样健康了。没想到有朝一日，我能从地狱里脱身。没想到神医是个年轻女人，那当初给初化送药的那个老爷爷，大概也只是跟神医
偶然相识。莫景，你个该死的畜生，怎么这么好命？一向行踪不定的神医都能被他找到，要是他能解了身上的毒，我们就更难对付他了。一定要在他病好之前，想办法把他赶出秦氏集团。老公，怎么这么久才回？你脖子上这个伤，这伤痕的位置跟神医的伤痕几乎一致。就是刚才回来的路上救了个跌倒的小孩，被他划伤了吧？秦哥，魏先生说神医临时有事来不了了。啊，对了，楚华，你就不好奇今天我面见神医的结果吗？神医怎么说呀？神医说我身上的毒能解。恭喜你，秦墨景，你要脱离苦海喽！不过神医今天把面见会诊改成了视频会诊，而且巧合的是，神医脖子上的伤跟你这条伤痕一模一样啊！楚华，你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？糟了，没想到秦墨景眼睛这么尖。不过要不是路上发生意外，我早就把事情告诉他了。不如干脆他……秦墨景，其实我就……我现在马上过去。哎，出什么事儿了？秦墨景，老大，你看新闻了吗？秦氏集团多个工程都出了问题。秦墨景，经你手签的几个项目，现在全部出现了重大纰漏，给公司造成了上亿的损失，就不该给大家一个交代吗？结果出来之前就着急忙慌过来质问我，着急甩锅。放屁！秦墨景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过就是我们秦家养的一条狗罢了，还真以为能够在秦氏当一辈子主人吗？你把嘴给我闭上！前几年秦氏集团经历重大危机，如果不是我景哥力挽狂澜的话，你现在可能还不知道在哪个地方要饭呢。哪还能轮到你这种混吃等死的废物在这里狗叫？你够了！我景啊，今时不同往日，不错，之前你是为秦氏做过一些贡献，但现在的重大损失也是你造成的，你应该承担责任，你就不配在这秦氏集团总裁的这个位置上了。你们也是这么想的？景少，这次公司损失很大，负面新闻满天飞呀，的确是你的失职呀。我同意罢免秦墨景，否则不足以平息众怒啊。秦墨景啊，公司股东全票通过罢免你，你还不赶紧滚出秦氏集团？那就希望你们不要后悔。老公，让抱一会儿，一会儿就好。秦墨景，你还好吗？楚华，我现在不是秦氏总裁了。什么都没有。不是的，秦墨景，你还有我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多久？一辈子吗？一辈子吗？我好像真的想要答应他，陪在他身边一辈子。难道我打不通秦墨景电话就着急跑过来，是因为我喜欢上了他？为什么不回答？是不愿意？所以连一句敷衍我的话都不愿意说吗？秦墨景，我不重要了，我现在不想知道答案。带你去个地方。老公，这个是我的幸运树，从小到大，我所有的秘密都会跑来跟他讲，所以每次
我都跑不到外公给我种的大树底下跟我外公告状。这就是你上次在江家受欺负以后，跟我提过你外公给你种的那棵。我当时就是随口一提，没想到你竟然记到了现在。对我来说，遗忘才是最难的。我出生那年得了急症，差点死掉，外公就为我种下了一棵树，说能保佑我一生幸运。现在我把我的幸运分一半给你。楚华，愣着干嘛？快许愿呀，很灵的。过往的神灵啊，请聆听我的祷告。我希望秦墨景此后余生平安顺遂，远离病痛苦难，人生只剩下幸福欢愉。我前半生只见地狱，不信神灵，但今天我愿意相信一次。过往的神灵，如果能听到我的祷告，我希望江初化余生平安顺遂。我希望我所挚爱的这束光能真的永远留在我身边。江初化，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啊？秦墨景呢？哦，他是不是觉得自己都没脸回着秦家了？你要是再敢侮辱我老公一句，我就让你这辈子都只能闭嘴。你倒是挺维护他的。哎，不过之前装傻子的时候，我怎么没发现？你这张脸长得倒是挺不错。秦墨景已经是个穷光蛋了，不如你跟了我。你也配？收起你的狗爪子！再敢有不该有的心思，我扒了你这张狗屁股！秦墨景，一个被扫地出门的废物也敢这么猖狂！我早晚要弄死你！想知道你父母当年的死因吗？你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想知道答案就一个人到我发给你的地址。秦墨景，我就知道你这个该死的畜生一定会来，没想到吧？有朝一日，你居然还能落在我的手里。当年到底是谁杀了我父母？看见了吗？就是你老婆江初化的亲生父亲江国涛，是他活生生撞死了你那对短命的爹妈。杀我父母的确实是江国涛，但真正的幕后主使是秦志远吧？你小子查的倒是够多呀，果然不能够再留你。我父生前最敬重的就是他这位大哥，哪知道啊，他这位大哥为了区区一个秦氏集团，居然做出如此丧尽天良之事。秦氏集团本来就是我和我父亲的，是你那个爹从中耍手段，居然让所有的股东都偏向他，他该死！不过，真正害死你父亲的人，应该是你秦墨景才对呀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这个将死之人，告诉你无妨。我从小就患有疾病，只能怪你与我基因太过相似，最适合替我去试药。可是你那死鬼爹妈不同意，非要拉着你逃跑，不然也不会死的那么惨。秦墨景啊，我一直都想问你，亲眼看着自己的爹妈死在眼前，是不是很痛苦啊？你给我闭嘴！给我上！弄死秦墨景！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。这秦墨景的大早上跑哪儿去了？起来也不见人影，这电话都打不通。糟了，他是不是出事了？
喂，未央，你马上去给我查秦墨景今天的行踪，快去！秦墨景，等等我，我这就到。怎么会这样？秦牧，15年前的血债，我今天全部讨回来。秦墨景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能杀我。你要是敢动我的话，我爸不会放过你的。杀你！我今天让你生不如死！该死！疯子这个傻子！秦墨景，你不发了？看来老天爷都想让你死！秦墨景，你这个畜生，刚刚不是说要杀了我吗？怎么现在像条野狗一样被我踩在脚下？爹妈一样都是贱命，就活该死！我今天成全你让你一家3口都死在同一个人的手上。下了地狱千万记得要感谢我。过来，把秦墨景给我杀了，我就让我爸把华清集团的继承权给抢过来。你去死吧！我看谁敢动他！老公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别说话，我听你直痛。又来一个送死的，去，给我抓住江初花！你敢！秦墨景你不是很在意江初花吗？今天我就要让你看到你最心爱的女人被我活活玩死。上这怎么可能？刚才是你说要杀了我老公的。不要杀我！我知道错了。杀你只会脏了我的手。我要让你下半辈子都痛不欲生，断子绝孙。你我为了什么？好疼！秦墨景，你长本事了你！你明知道秦牧给你下套，你还往里面跳，你都不告诉我一声，你怎么不上天呢你？春花，别动！你别生气嘛。哎呦喂，我哪敢跟您生气呀？您放心，等哪天呀，万一您不小心挂了，我一定敲锣打鼓放鞭炮，立马换个老公去。江淑桦，你干什么？比谁声音大是不是？心口疼。怎么会啊？毒不是抑制住了吗？秦墨景，你炸我！我是真的心口疼，所以你不能说话气我，当真的。哪有你这样的？吵架没理就耍无赖。哥，这是我不花钱能看的，忙着呢。我去打个电话。金哥，那个是嫂子的手机吧？有话快说。金哥，秦志远和江国涛的犯罪证据已经收集的差不多了，咱们很快就可以制裁他们了。做了15年的梦，也该醒。金哥，你这个以退为进是真的高。如果不是你故意被他们赶出公司，引诱他们放松警惕的话，秦牧那个废物，他也不可能上钩。秦墨景，你是不是应该给我解释一下，什么叫做故意被赶出公司啊？初画，秦墨景，戏演挺好啊你，亏我最近这么关心你，你看着我安慰你，陪你散心，特别好玩，耍我特别有意思是吗？初画，我没有想过。嫂子，你听我狡辩，不是你听我解释。景哥他不是故意要隐瞒你的，他只是不想让秦家父子针对你。那我还是谢谢他了呗，这么替我着想。不知道还病着，你还动什么？嫂子，在你嫁入秦家之前，秦家父子没少派人暗杀景哥。景哥他是死里逃生活过来的。嫂子，景哥他真的只是不想让你也经历这些。这也是你的真实想法吗？初画，秦墨景，
你知道，我生气的不光是你隐瞒我，我更在意的是你一个人，你冒着生命危险去秦家，你都不肯告诉我一下。你知道这种不被信任的感觉，你明白吗？楚华，景哥嫂子，你们先聊。我万恶的小夫妻，就连吵个架都得变着法女，是不是太没有人性了？楚华，我保证，以后这种错误我绝对不会再犯，不要生气了，好不好？那你要是不故意撒谎骗我，我能生气吗？楚华，醒来的时候不是好好的吗？怎么脉象现在这么乱？楚华，我是真的害怕你不理我。看在你道歉这么诚恳的份上，我就勉为其难的原谅你吧。我本来也想有个秘密告诉你的，但是本小姐现在心情不怎么好，不想说。跟我有关的秘，别想套我的话。怎么样，伤口还痛不痛？有你在，不疼。什么时候这么会说甜言蜜语的话了？不是甜言蜜语，是真的。只要你在我身边，我就会自动忽略所有的疼痛。这大概是上天唯一给我的恩赐了。江楚华、秦墨景这两个贱人，一定要把他们千刀万剐！小莫，冷静点。爸，你让我怎么冷静？江楚华那个贱人给我下药，我现在已经是个太监了，爸，我们秦家要断子绝孙了。你帮我想想办法，你帮我找到神医。如果秦少不介意，我可以帮秦少治疗。就凭你，你配跟我治病吗？滚！那秦少是准备当一辈子太监？贱人，你信不信我？闭嘴！江小姐，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就凭我是神医的徒弟。更何况，我们还有共同的敌人。江小姐是我特意请来为您调理身体的。一个亲手毒杀自己母亲的人，我秦家恐怕无福消受吧。景少，那件事情我已经澄清过了，我是受人胁迫的，也请您不要把之前的恩怨带到现在。既然是恩怨，那为什么不能提呀？是心虚了吗？江小姐可是我请来的，还轮不到你们说话。算了，神医已经亲自为我开过药了，就不劳烦外人了。秦老夫人，其实呢，我就是神医派过来天生照料您的呀。神医？对啊，我就是神医的徒弟。江小姐可是神医真正的徒弟，可不像某些冒牌货。我怎么不知道自己多了个徒弟的？我倒想看看这秦墨和江书月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。走，奶奶，我先扶您回房间休息，待会儿我请江小姐好好为您检查检查。秦墨锦、江初画，你们的好日子到头了。放肆！谁让你坐在我们秦家的餐桌上？奶奶怎么会突然对我发火？奶奶，说话一直坐在这个位置上啊。奶奶今天这是怎么了？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我就是不想看见这张脸，让他马上给我滚！奶奶，我是做错什么了吗？您突然赶我走？这里是秦家，我想赶谁就赶谁。墨景，你马上跟他离婚！奶奶，我不可能跟楚华离婚的。混账！你真是反了天了，连我的话都敢不听！秦墨景，奶奶让你跟江初画离婚，你不听就是不孝顺。你是想活活气死奶奶吗？江初画，秦老太太现在正在调理身体，不宜动怒。我劝你啊，还是尽早离开吧。你给我闭上嘴！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也敢训教我妻子？秦墨景，江小姐是我请来的客人，你不许对她无礼，你马上跟江初画离婚，把她赶出去，否则呀，别怪我翻脸无情。江初画，
这只是一个开始。听见了吗，江淑桦？我们秦家不欢迎你，你还是赶紧滚吧。淑桦，没事吧？老公，我觉得奶奶状态不太对劲，像是被催眠了。催眠？早就知道秦母不会安分，没想到敢对奶奶下手。如此一来，先把江疏月抓起来。不行，催眠需要媒介的，我们需要先找到真正的媒介，才能解除催眠，否则奶奶会有生命危险。大少爷，二少奶奶吩咐我们去老夫人房间查找一下新的可疑物品。我知道了，你先出去。江小姐，江初桦那个小贱人好像察觉到不对劲了，他也会医术，万一他发现奶奶被催眠怎么办？秦少放心，我学医数年，而江初桦只不过跟山野村夫学了点皮毛而已。就算他能察觉不对劲，也打破不了我的催眠术。那江小姐什么时候能治好我的隐疾？秦少放心，我是神医的徒弟，这点小病还是很容易的。一个废人也敢命令我，等我收拾了江初桦，你是死是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奶奶，您早上没吃东西，我熬了点补汤，来，您喝点。不喝，滚！奶奶，我好疼的，奶奶，你看，哎，奶奶，放开，谁让你？奶奶，您还记得我是谁吗？你是初桦。对，我是初桦。奶奶，您从昨天到现在有没有吃过或者是碰过什么陌生的东西？香包。好奇怪的味道，这香包有问题。江初桦，谁准你进奶奶卧室的？你怎么还在这里？我不是让你滚吗？奶奶，那您先休息，初桦明天再来看您。老公，怎么样？我找到媒介了，就是奶奶床头挂的香包。辛苦你了，我立刻让人把香包处理掉。不行，光处理掉香包还不够，我还得给奶奶试针。但奶奶现在一直都不让我靠近，那秦牧和江水也一直在旁边监视我。他们现在正处于警惕状态，要调走他们有些难度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二少夫人，老夫人吐血了。什么？奶奶，江初桦，你这个小贱人，居然敢给奶奶下毒！不是你胡言乱语说些什么呢？我怎么可能给奶奶下毒呀？还装呢！江小姐和周医生都已经验过了，你送来的补汤里含有剧毒，不是你下的，还会有谁？补汤？看来又是秦牧和江水月搞出来陷害我的。姐姐，就算秦老夫人逼着你和景少离婚，你也不该用下毒的手段来报复吧？我从未给老夫人下过毒，我要亲自把脉检验。你做梦！你以为我还会给你这个杀人凶手靠近奶奶的机会吗？来人，给我把江初桦抓起来！我看谁敢！秦墨锦，你放肆！你为什么维护这个毒害奶奶的凶手？难不成你们是同谋？你们这么着急给初桦定罪，莫不是怕他把脉出了结果，阴谋败露啊？奶奶，秦先生，现在老夫人身中剧毒，我救不了，还请您赶紧处置这个下毒的凶手，我好联系神医。把江初桦给我关到地下室去！谁敢造册？江疏月，你声称自己是神医的弟子，却连奶奶的毒都解不了，还要请神医吗？你一个下毒的凶手，有什么资格指责我？指责？你救不了奶奶，是你自己没本事，你自己废物，神医的弟子，你也配？起开！你干什么？
秦墨锦，你干什么？谁敢拦着出话，我不介意亲手送他一程。江初画，都到了这个地步了，你何必再装模作样？那可是我亲手下的毒，你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，又怎么会签？这怎么可能？凭你那点艺术，还不配在我面前班门弄斧耍花招。你这是怎么了？老夫人的毒解了。不要慌，就算毒素解了，老夫人身上还有我下的催眠术。老夫人，您终于醒了。刚刚我姐姐她给您下毒，差点害了您性命啊！你说初画她给我下毒？是啊，我和穆少都能。混账东西！我是老了，但是我并不糊涂啊！明明是你想控制我，我还以为你是神医的徒弟，没想到你是个骗子！来人，把这个心术不正的女人给我拉下去！你们，糟了，奶奶身上的催眠术解除了。秦墨，你给我跪下！奶奶，混账东西！你连我都想算计！奶奶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只是一时糊涂，求求你原谅我好不好？奶奶，你个混账东西！妈，小莫年纪小，不懂事儿。我以后我一定好好的教育他。妈，这事你就饶了他吧，毕竟他是您的亲孙子。初画，这次多亏了你在奶奶身边。奶奶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奶奶，秦牧伙同江疏月陷害你，还嫁祸给我的妻子，此事无论如何得有一个交代啊！唉，算了，这事情都过去了，就别再追究了。秦奶奶对秦牧是不是太纵容了？这么大的事都能松口？奶奶，秦牧不光差点害死您，还企图陷害您，嫁祸于我。就算您不追究，我也不会放过他。江初画，你这个落井下石的小贱人！住嘴！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？初画，奶奶知道是秦牧对不起你，可是他是奶奶的亲孙子呀，你就看在奶奶的份上，饶他一次吧。该死！没想到江疏月也是个贱人，居然敢假冒神医徒弟骗我。他下的毒，轻而易举就被江初画解了。爸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小莫，如果要扳倒秦墨锦，只能让你牺牲了。什么？喂，去把老太太喊过来，就说小莫病了。奶奶，您叫我来什么事儿啊？哦，墨镜，这是我特意给你熬的补汤，你趁热喝了吧。奶奶叫我过来，就是为了喝汤。墨镜，对不起。奶奶，你给我养，为什么呀？今早小莫突发急症，只有你适合替他试药。他可是我的亲孙子啊，我不能不管呐。墨镜，就算为了奶奶，你牺牲一下。奶奶，他是你亲孙子，我就不是你孙子吗？为什么我和继母之间你永远都抛弃我？为什么呀？就算为了奶奶，你就牺牲一下吧。奶奶，奶奶，奶奶啊！奶奶！
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江初花，你那么维护秦墨景，肯定没见过他连流浪狗都不如这一面吧？什么意思？你仔细看看，里面的人是谁？开灯。老公，初花，老公，妈的，不动杀了你！别激动啊，听我把话说完。江初花，你既然是学医的，应该见过不少在实验台上用于被实验的动物吧？他们绝望的躺在病床上，被打麻药，任人宰割。可是没办法，谁叫他们都是畜生呢？而秦墨景曾经也是那些畜生里的一人啊！不能想到高不可攀的景少私底下也会有这么狼狈的一面，真可怜呐。景少这张脸倒是不错，眼神也带劲，就是不知道待会儿玩起来是不是也这么有意思啊？秦墨景，你不是自诩高高在上吗？我今天偏要在这个肮脏的地方里把你踩在脚下。毕竟，贱种就应该被踩在泥潭里。秦牧，我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为什么要告诉初花我有这么不堪的一面？初花，求求你不要嫌弃我。小初花，你现在知道秦墨景的过去有多恶心了吗？他这种贱种就不配得到幸福。给我闭嘴！你个畜生！怎么敢这么对他？别激动啊，听我把话说完。江州啊，你听说过超忆症吗？那是一种治不好的病，患者会被迫记住所经历的一切，每一个画面，听到的每一个声音啊，都会清清楚楚的记得几十年，没办法忘记的。明明没有毒发，难道只是做噩梦？老公，你吐血了，老公！忘了他！别激动，听我说完。那个贱种这些年被迫替我试药续命，每一种药都会让人痛苦不了。你没有见过他在实验室里的样子，像条狗眼翻转的野狗一样可笑。就连出了实验室，也会不受控制的每分每秒回忆自己被实验的每一个片段。我当时就是随口一提，没想到你竟然记到了现在。对我来说，遗忘才是最难的。既然这么想知道墨景的感受，那我就让你亲自感受一下。因为无法遗忘，疼痛便更加刻苦。那些日复一日的疼痛，你一个人是怎么挺过来的？是我老公，你别动，我受伤了。你知道，我不想看到你厌恶嫌弃的眼神。这世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背弃我，我都可以不在意，但唯独你不行。
受伤了。现在已经知道我过去的所有事了。墨镜受伤了我和你是不是觉得我连畜生都不如？我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。错的不是你，错的明明是那些伤害你的人。我只是后悔。后悔什么？我后悔没有早点遇见你。秦墨镜，我有没有对你说过我爱你？再说一遍。我说，秦墨镜，我爱你，是真的。老公，老公，这家是他们又给你下药了。老公，解药，解药。解药，给我解药！就没想给秦墨镜准备解药，有我们的废物就应该像垃圾一样被扔掉。解药，我说，陈无话，你在干什么？奶奶，我倒是想问问你，这么多年，你是怎么忍心让秦家父子百般折磨秦墨镜的？你知不知道，秦墨镜的父母就是被他们给害死的？我，奶奶，看来您都知道啊。您既然知道，你是怎么忍心让秦墨镜拿命给秦牧师毒的？他也是您的孙子呀，奶奶。我呸！秦墨镜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他根本就不是我们秦家的血脉，他爹就是个从外面抱来的野种。你说什么？我告诉你，秦墨镜，你爹就是个从外面抱来的野种，你是他儿子，所以你也是个野种。你给我闭嘴！奶奶，他说的都是真的。老公，所以我父母被秦志远害死，你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所以秦牧需要吃药，你毫不犹豫把我推出去，在我和秦牧之间，你永远放弃的是我。都清楚，原来我父子不是秦家血脉，无所谓，对吧？死就死了。我情人不是这样的，奶奶知道对不起你们家。也难怪我的前半生居然过得如此荒唐可笑。墨镜不是这样的，你闭嘴！养育，奶奶，你说这句话不觉得亏心吗？奶奶，秦家对秦墨镜的养育就是纵容凶手杀死他父母，害他沦为实验工具数多年，多次让他性命垂危吗？奶奶，养育，秦家对秦墨镜没有养育，只有抹杀。你怎么敢这样对我说话？您这么恼羞成怒，是因为心虚了吗？老夫人，秦墨镜身中剧毒，我不过2个月，可他得到神医唯一一个机会之后，就把这个看诊机会让给了你啊，奶奶。奶奶，
若是神医没有替墨镜开药，他就会死的。他给你的不光光是一个看诊名额，那几乎是他最后求生的机会啊，奶奶。墨镜一心把您当成最敬重的人，可您呢？你压根就配不上他的真心。墨镜，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叫您奶奶了。秦家的养育之恩报完了，从今天起，咱们再也不见了。老公，我带你走，我们去一个干净的地方啊。楚华，好，好。墨镜，你别走，墨镜。嫂子，景哥身上毒这么厉害，你真的要以身试药吗？药物的剂量有一点差错都会让他很痛苦，他经历的痛苦太多了，我不想加他疼。我希望他此后余生都不会再痛苦。嫂子，景哥遇到了你，可真的算是苦尽甘来了。我真心的希望你们两个能够长久的走下去。老公，你醒了？还有哪不舒服的吗？楚华，没事了。知道就好，以后要再这么下，我真不理你了。不会了。秦墨镜，你的命是我江初化救的，跟秦家跟任何人都没有任何的瓜葛。以后你的命是我的，听到了吗？听到了。楚华，自父母过世以后，我的记忆里只有痛苦和黑暗。但自从有了你，记忆里便有了欢愉。那些痛苦不重要。爸，自从秦墨锦走后，奶奶一直念叨着对不起他，要把他找回来。这样下去对我们很不利啊！我知道啊，只是现在秦墨锦、江初化都没有住在秦家，不好对付呀。江书月，你这个小贱人，上次居然敢假冒神医徒弟来骗我，现在还有脸打电话来！秦少，我有个办法能离间江初化和秦墨锦。什么？我发现江初化或许就是神医，但秦墨锦并不知道这一点。他们夫妻感情现在这么好，万一秦墨锦知道江初化一直都对他有所隐瞒，结果会如何？秦老夫人，墨锦，你现在连句奶奶都不愿意叫我了吗？你有事？墨锦，奶奶知道是我对不起你们一家三口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只求你见我一面，让奶奶当面给你道个歉，好吗？墨姐，奶奶就是希望你跟初花能有个孩子，幸福平安的度过余生。墨景啊，奶奶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你以后啊顺遂平安。老公，如果你想去，就去见一面吧。过往种种，也总要有个句号。我会陪着你的。地址。爸，奶奶准备出门去见秦墨景那个畜生。这老糊涂啊，怎么拎不清呢？那就别怪我狠毒了。去，把江书月的东西拿过来。我去接个电话。秦老夫人，我们来了。奶奶，奶奶，
奶奶，奶奶，怎么会中这么深的毒？况且这是我之前研制出、卖出去的一种。奶奶，江初画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约奶奶出来谋害她！看又是你们搞的鬼！秦牧，你三番两次利用奶奶陷害我，同样的招数你玩不腻吗？怎么回事？母亲，奶奶一心想找你道歉求和，可是江初画他容不下奶奶，他居然给奶奶下毒。初画绝对不可能毒害奶奶。你为什么这么相信他？母亲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，难道他就没有隐瞒你的地方吗？秦志远的话为什么这么奇怪？行了，挑拨离间的手段就不要再用了。我和初画的关系绝对不是你能轻易挑拨的。信不信随你，反正江初画今天谋害奶奶，我是一定要杀了他的。来人，谁敢放肆？你既然一口断定是我毒害的奶奶，那为什么不能让我先把奶奶救醒了再论断呢？救醒奶奶？江初画，奶奶中的毒可是神医亲手配制的，拿什么救？你怎么知道奶奶中的是什么样的毒啊？是你下的手吗？糟了，秦牧师早就知道我神医的身份，所以故意用神医的毒药毒害奶奶。如果我救不了奶奶，就要背下杀人罪名；如果要救奶奶，就会暴露神医身份。他是想离间我和秦墨景。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，江初画，你倒是说说呀，你凭什么救得了奶奶？人命关天，我不能见死不救，只能事后跟秦墨景解释了。凭什么？凭我就是神医。初画，你刚才说什么？老公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解释的，先等我一下。奶奶，初画，奶奶，秦志远和秦牧又一次给您下毒陷害您，这是你们秦家的私事，您自己决断吧。跟我出来！你真是神医？我是，但老公，我不是故意隐瞒你的。其实我那天晚上车上那个女人是你不是？果然是你啊！这段时间我无数次的询问你，你给我的答案都是否定的。你跟我说句实话就那么难吗？老公，我真的不是故意隐瞒你的。张春花，我现在真的分不清你嘴里到底有没有实话。你说你会爱我，都陪我一辈子也是假的吗？好了，我不想听了。江淑华，既然让你待在我身边，让你如此为难，每天只能靠谎言度日，那大可不必如此勉强。秦木景，老公。金哥，你身体刚好，喝这么多酒，你不要命了？金哥，证据我们已经收集全了，江国涛和秦家父子已经被送进去了。老夫人那边对他们彻底失望，决定不再管他们了。金哥，恭喜你啊，大仇就报了呀！大仇得报。我问你吧，如果你有一个媳妇，她自始至终都隐瞒了你一些事情，为什么？金哥，我知道嫂子一直对你隐瞒身份，你很难过，但是你换位想一下呀，
当初嫂子在车上算计你的时候，你一直念叨说要剁了她胃口，她肯定会害怕的呀，是不是？也对，外界一直都传我这个事情的关系，谁？秦墨家，你能不能清醒一点？如果你真的有那么多问题，你为什么不去当面质问江淑桦啊？一个人在这自哀自怨的喝酒有什么意思？不能问，问不了。万一问出来的答案不是我想要的，怎么可能？嫂子一定是真心喜欢你的，景哥。嫂子一直不让我跟你说，但我有觉得你有权利知道。你真的以为秦牧给你下的毒是那么好解？那解药是嫂子一点一点试出来的。他说你前半生经历的太多，不想让你再疼。他是要什么病，不比你发病的时候少多少。如果不是真心喜欢他，为什么要为了你豁出性命呢？秦墨景，你好好想一想，清醒一点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该死的秦墨景，凶我也就算了，现在电话都不接，连个解释的机会都不。楚桦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见面谈一谈。我等你过来。秦墨景，不是说了约我在这儿见面的吗？人呢？江淑桦，你还真是好骗呐，一条短信就上钩了。关注我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您稍后再拨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cannot be connected for the moment. 马上就给我查楚华的位置去！好。原来是你呀！哼，怎么没想到是我吧？是没想到江家倒台了，还留了你这么一只缺。闭嘴！要不是你抢走了华清集团，毁了江家名声，我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？江楚桦，是你毁了我！你们江家果然都是同出一门的人了。哼，你就只能再嘴硬几句了。我看你还能得意到什么时候？来人呐，给我上！今天这个女人就送给你们玩了，你们随便玩，玩死最好。给我上！哼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早就知道你是神医，我会没有防备吗？啊！我在他们进门之前就给他们每个人都吃了避毒药。江楚桦，你今天必须死在这儿！给我上！没想到你还挺大的啊！只不过到此为止了。江楚桦，你去死吧！滚！对不起，我忘了。
哎，朱华，朱华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哪儿不舒服啊？朱华，是我的错，我不该跟你吵架，否则你也不会被江疏月算计。对不起，老公，我不怪你的，你之前的那些质疑我都能理解。其实我早就想跟你坦白我的身份了，但好几次都被人被迫打断，我真的没有故意要隐瞒你。我明白，我都明白。在你昏迷的时候，我想了很多，是我太没有安全感了，所以我们的关系才会轻易被人挑拨。朱华，我不是的，秦墨景。关于我爱你的这件事情，你可以无数次的反复向我提问，我都会只给你一个答案，那就是我爱你。至于其他的，都不重要了。老公，我还想起来一件事情，很重要。什么呀？老公，你别生气啊！我不生气，你说。就是之前我装傻子的时候，我怕你对我图谋不轨，就偷偷给你扎了一针。你好像现在还不太行。江初画，你好的很啊！